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大嘴酒猴哥的一个尝试性出装啊，就是这种 AP 冰杖大嘴，然后是利用是吧？然后就前期是做这个女神类，然后第二件应该是提前第一件做了女神类以后，直接做这个残翼这件装备，然后再搭配冰杖，后续再补那个大天使之杖。看吧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出装思路，待会。如果这种纯 AP 玩法的话，其实还是蛮脆的。不过怎么都是脆了，但我感觉生存能力上来说 ，AD 会比 AP 会生存高一些吧，因为他峡谷制造者是不做的，他这种做法出法。这里，没有 Q 闪出来。大嘴的 Q 应该可以 Q 闪吧？直接一个 Q 到小兵身上了。如果刚刚 Q 命中减速到的话，是可以杀的。1Q 都命中了，开2技能过来直接秒，当然打野到了也跑不掉啊，只能说多吃一点兵线。但这里的话，看到没有，利用这个只炸一点点，如果说你炸一堆然后也清不掉的话，可能是会直接被他卡兵线卡在塔面前。像有个点哈，有一些人喜欢玩英雄联盟，但你知道，像我这种老玩家哈，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英雄联盟这款？虽然说手游出来很慢，不能完全拿来跟那个端游对比哈，但是你不能排除，就是你玩端游的，你就是有基础在这上面。就有一定的基础在上面。如果说你是个单纯的小白，英雄联盟小白的话，你去玩这款游戏，你真的会很难受。所以要多看我的视频。那大嘴这个英雄，你看他这里面的话也是在测试装备哈，也就是不能说这是最好的装备，但目前来说看起来玩得很不错，我觉得。这里的话，时不时的利用大招去补一下线就好了。利用 QE， 然后是主 E 技能，不是主 W。这里开扫描，看看有没有眼排法，但对方没有。接大招。没蓝了，伤害不低我他这样子，因为他 E 技能感觉前期耗蓝并不是很耗蓝，虽然说3级了，但更多的是大招比较耗蓝。现在有个点啊，就是其实王者荣耀跟英雄联盟最大的差距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一旦你沉下心去学习、去玩英雄联盟的话，其实你可能不太会想去玩王者荣耀，就是这样子。但现在就是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英雄联盟不当人，知道吧？老是让老玩家流失，然后就你会发现。像那种打了排位以后，后来发现我靠，不打英雄联盟一身轻松，真的就是傻逼。我挺想骂人的。希望下个大版本会好一些吧。这里的话，进化解掉，
诶，这里大招命落下来还是有点慢啊，必须得交闪现了。对方一个 Q 闪，炸一下应该是能炸个残血，但剑圣追不上。剑圣是真聪明啊，中单死了就赶紧把兵线清了，而且他刚刚有蹭塔皮的，所以这剑圣发育还是蛮不错的。然后新版本的话，好像有一些装备是挺适合乌鸦的，可能加里奥也会有一部分的增强吧。反正法术上面的话有提升吧，我觉得。然后射手上面的话就有新装备嘛，然后可能整体的格局会改。像 AP 大嘴的话，因为大嘴本来就是要后期，然后你更别提他的大招是3级大招才是距离最远的，然后就是他那个好像是有2000码吧，差不多，就基本上你可以在地图上看不到自己的地方可以释放大招。哦，这里的话第一件还是直接选择做大天使之杖哦。这里打了起来，哎，大招命中了。大招在打残血的时候，第一20%以下还是多少？就有那个法术暴击，所以它可以不弱法爆的。哇，这剑圣，嘿嘿，吃控制的话，他就没办法继续击杀了。派克过来，把剑圣救走了。这边的话必须得交进化了，后续控制太足了。有蓝的，可以远程 poke 对方，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暗黑收割给打出来。这里就不要给对方粘上来的机会就好了，就远程 poke。但有个点啊，你别看绝活哥放的那么轻松啊，其实命中率很低的啊。你去玩我那个射手还专门 A 一下不给他回城，笑死了。而且大招命中以后是吧，有那个视野效果，也可以拿来探草。没蓝了，没蓝的话看果子成熟，看看能不能吃个果子。一个大接 E 技能，手还是蛮长的哦。如果纯 AP 玩法的话，虽然说开2技能已经很长了，再加上米利欧的话，那个大嘴在后期真的太离谱。更别提下个版本如果羊刀做出来是吧？额外的，就是每次平 A 有额外的一次普攻伤害的话，薇恩啊这些哇，后期英雄真的是太爆炸了。我砸下来，再砸1技能，大家可以扭走。派克收掉人头，你看这里是主 E 副 Q， 剑圣上的有点着急。这里在9成的大招的时候就不要去放了，因为那个伤害是最高，但耗蓝也是最高的，就有点像那种你的枪对吧？就是发射子弹太多以后会发热嘛，枪管会发烫嘛。大嘴就是这个同理，你知道吧？残衣做出来了，为什么选择做冰阵呢？一是可以利用自己的 E 技能 AOE 范围是吧，去给对面减速，然后减速以后你大招的命中率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增加。
而且大招的话会让残役的效果持续，所以残役打到的那个也有那个减速效果，兵杖的减速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搭配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赶紧跑！这里还想放大招呢，再打一套就死了。对面直接给控制，不给机会啊，解掉就好了。但就是太脆了，真的很脆。只要对面有个刺客什么的，其实很难玩。我跟你说，比 AD 还脆。就是玩那种特效流啊，因为特效流的话，怎么都会做那个叫什么峡谷制造者。起码能把血量给吸上来。啊，2级大招以后的那个距离是不是看起来远了很多？莉莉娅在这过来直接。给一套，但他的大招给自己那没什么用啊。对，像这种对方是吧，在那里开始想要过来，你就一直给大招就行，甚至不用瞄。就特别是团战的时候，你是可以这样放。但如果说对方要追击，又一直往后跑的时候，一个方向逃跑的时候，你就不能，你要预判往后放一点。那样的话，你的大招命中率就高很多。哎，这里大招砸，等把兵杖做出来就完全体了。这套核心装备啊，3件。其实真正核心是残翼跟那个兵杖。但你不能没有蓝量。如果说你要提早想要加快发育的话，你可以利用就是说只做女神类，然后先做残翼和那个兵杖也可以。而且 E 技能的耗蓝量那么低，它对于它前期来说，它其实并不是很难受啊。又有 AOE 伤害，然后它前期就完美的可以避过，而且又有减速。对自己来说，如果走在那个 E 技能里面的时候是有加速效果的。这里立刻交闪现跑出来，对面交眩晕了，没进化。哦，提早交进化了，有点可惜。进化的话只能解一个，比你的 W 解掉了以后，后续那个谁的那个挂上被动以后再给大招的话没办法。就这个英雄玩 AP 的话，13级就是一个小巅峰。因为什么？大招3级了，大招3级的话，就他基本不用出现在地图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么恶心。像这种团战没必要打，因为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打的。这里利用大招去清线就好了。还是用 E 技能轻快一点。这边德莱文过来了，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强行去推，
啊，跑是跑不掉了，炸一下，对面交闪了，可惜。还好剑圣应该是能清掉这个兵线的，对方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扛着伤害推啊。这里酒后哥的话，想要尽快的把等级升到13级。这里尽量不要太早过去，哇！大招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3级大招，我的天，变态啊！而且速度感觉快好多。大龙到手，小龙的话会不会对面打野掉了，那就偷不了。对方又想来开大嘴了。对面莉莉娅的话移速快啊，所以大嘴想要打中他，其实还是没那么容易。这里交闪现没进化了，没做出水银来的，烫死了。最后炸一下，没有太多后续。对面莉亚做了永生花的话，跑得特别快啊，完全就是逮不到机会。他就是要过来杀这个大嘴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看没有？这局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弊端，但你又不能不排除。他这套玩法是有可取之处的。这里往兵线中路放一个是吧？哎，对面莉莉娅好凶，但是被逮捕了。这里没蓝了，放得太快了。这波没有蓝。这个蓝的话，其实得抢一抢，哎，没抢到。对方发现了，直接交闪现给E哦，对面也很急，我的天。那这样的话，利用大招就 poke 对方，但派克这样子上有点着急了。那剑圣又被发现了，哇！对面很多盾被控制，反控制的话，一个 Q 躲掉了控制啊，收掉了猫咪，一技能蓝线拉开，对面就是要过来追，哎，这里减速到了，你看，就这种打法的话，他就会很舒服。这种对面把远古龙打了的话，就只能往后拉了。其实大嘴 AP 大嘴的话，在龙坑是很好打团战的。
像这种局的话，其实完全可以让大嘴自己去就是利用大招去消耗对方先，再说要不要打这波团。你看看待会这波双龙会，对方是会怎么给压力，然后这个大嘴是怎么利用这个大招。大帽做出来了，好了，伤害已经开始很离谱的了。对面这样子打，你看，就完全人都看不到，他们就已经无语了。哇，大招，离谱吧？看没有？然后对面拿了2条龙，但是没用。但是就是这套的话，就耗蓝太快了，一定要有蓝 buff 在身上。粘到了，你看这里面有冰杖以后，但他那个伤害啊，就是能一直粘着对方打，命中率特别高。像这局的话，他们只需要把这个大嘴给切掉，这局就能赢。6神装了已经。莉莉娅在中路，这边兵线都不好推进了。这里的话把圣给砸死了，都不知道有谁在那。然后德莱文也砸死了。这里开个净化，当然跑不掉了，对方就是要杀。这样的话其实打得很难受的对面。而且猫咪已经没有加那个什么法。就是攻击力了，法术就是法术法强，对，说错了，法术强度嘛，简称法强。对，绕圈圈很会绕。像这局其实换个辅助都不会那么难受，随便什么布隆啊或者什么的，是吧？挡住对方是吧？不给对方粘上来，给个控制就好了。没人控制，派克这英雄难受的要死。你看从开局的副人头现在。助攻和那个真的高的要死，就离谱。其实还是得等下一个蓝 buff， 蓝 buff 那边的话20多秒，这里不要太着急，利用大招尽量 poke 一下就好了，但不要着急，急不了的。这里大招先砸。消耗对方 E 技能，给这种狭窄的地方给个减速。大招的话 AOE 拉满了，虽然说我们在地图外，但你可以看到大招是一直在给伤害的。E 技能，大招打的是真的好累啊！可以让队友队友是有传送的。大招砸到了，接着砸，不用看，都不用看，我天！这冰女说实话，整局有作用，但后续的话就没太多后续了。前面好，第1局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。